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育苗播种十字花科的蔬菜。这些是我准备出来的，打算播种的种子，算是比较常见的十字花科的蔬菜了。这里边有2种大白菜，有娃娃菜，春风甘蓝就是牛心状的包菜，也叫牛心甘蓝。有2种花椰菜的种子，紫色的和白色的，还有西兰花，这2种都是散头的西兰花。有羽衣甘蓝、撇蓝，还有这种中国芥蓝。这些十字花科的蔬菜是我今年育苗培育的第2批了。第1批种子是在2月初的时候种的，现在已经都出苗了。这里边大白菜算是长得比较快的，都已经长出针叶了。其他的西兰花和甘蓝类的也已经开始要长针叶了。旁边挨着的是莴笋还有油麦菜。十字花科的蔬菜非常的适合新手育苗播种，哪怕是没有育苗经验也是非常的容易成功。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刚刚开始育苗的话，可以选择从十字花科的蔬菜开始入手。如果大家还不清楚什么时候该开始育苗十字花科类的蔬菜，可以参考我前面做的视频《蔬菜种植时间表》。我这次育苗选择这种1020的标准育苗托盘，这种托盘纵向是有6个格，然后横向是有12个格。在开始种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标记的一个小技巧。大家可以看到，我给每个种子都标了号，从1号一直到12号。这样我就可以很容易的把1号种子种6颗在第1纵排，然后2号种子种6颗在第2纵排，这样一直到第12号种子种在最右边。我们只需要给1到12号种子像这样拍一个照片保存就可以了，这样我们以后就能找到相应的信息了。育苗盘里边只需要插入这样一个标记了种植时间的十字花科的标签就可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十字花科类蔬菜的种子长得都挺类似的，都是这种小小的小圆粒。大家可以简单的记一下，只要是这种圆圆的小种子，基本上都是不需要浸种、不需要催芽的，直接播种就很容易出苗。现在我们准备开始播种，播种前我找来这样一根冰棍棍，用来挖小坑播种种子。这种挖小坑的工具其实很随意，可以是这种冰棍棍，也可以是圆珠笔，甚至是这种育苗标签都可以拿来用。大家随便选一个顺手的工具拿来用就可以了。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这根冰棍棍的前面涂了黑色。这个黑色其实是标记了 0.25 英寸，也就是0.6厘米的一个深度。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像这种十字花科类的蔬菜，或者是生菜类的蔬菜，还有很多其他小种子的蔬菜，它们的播种深度大概都是 0.25 英寸。所以为简单起见，我们用这样一个冰棍来拨小坑，就非常的方便快捷。咱们快速的把72格的小坑都给它挖出来。挖好坑之后，就可以把种子按照计划好的顺序依次的种下去了。咱们先来种1号、2号白菜。如果我们不能确定种子的发芽率，可以在每个格里边种上2颗种子。特别是那些陈旧的种子，可能发芽率会很低。这样的话，种2颗种子能够有效的保证发芽率。特别是像我这种娃娃菜和春风甘蓝都是2018-19年的种子，比较陈旧了。种上2颗种子，如果将来都发芽了也没有关系，可以剪掉其中的1个。另外还有一些种子，比如像这个紫色花椰菜，虽然是今年新买的，但其实根据我们第1批的种植经验来看，发芽率是挺低的。这个我也要种2颗种子。有时候有些来源的种子发芽率还是会有问题的，不管是店里边还有网站上面，我都经历过。有时候倒也不是所有种子都那样，但是会出现一些个别的种子发芽率就是特别的差。其实如果是个人种植的话，有时候有些种子不发芽倒也无所谓，但是如果是商业种植，如果一下子种很多不发芽，那就亏大了。这也是为什么像张尼 C 的那种网站，虽然种子卖得非常贵，但是销量还是特别好。大部分都是被农场还有其他的商业的种植者给买去了，因为发芽率有保障。最后我再把芥蓝种下去，这盆种子就种完了。最后轻轻地把土给盖上，然后可以用手指给它轻轻地压一压，最后给它浇上水。我一般的原则是浇上4量杯，也就是大概1升左右的水。当然这个浇水量也不是固定的，
我们过半小时之后可以过来再看一下，如果盆底下的水都已经吸干了，并且用手摸一摸，如果表面的土壤也都已经湿透了，那就说明浇的水量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半个多小时之后这表面的土壤还是干燥的，那就说明浇水少了，需要再加一些水。另外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当初添装育苗土的时候没有给它稍微压一压压实，这样的话水就渗透不上来了。我们以前做的关于育苗土的视频里边讲到过如何装填育苗土，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另外就是如果浇水多了的话，就更容易判断了。过半个小时之后，如果表面上的土都已经湿了，我们打开看一看，如果这个盒子里边还有很多的水，那就说明是水多了。这个时候可以把多余的水稍微给它倒出来。如果是只剩下很少的一点点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倒出来了。40多分钟过去了，我们看看育苗盒里边每一格里边的土都已经浸湿了，除了这一个育苗格，土还是干燥的，这应该就是当时装土的时候下边有缝隙，所以水渗透不上来。咱们再打开看看盆底，盆底已经没有积水了，说明我们浇的水的量是合适的。剩下的这一个干燥的育苗格，我们可以小心的从上面浇一些水进去。这样可以让水从上到下渗透土壤。最后我们给插上标签，放在室温下等着发芽就可以了。从第3天起，陆续就有种子开始发芽了。来到了第4天，白菜和娃娃菜小苗的长势非常的喜人。羽衣甘蓝、西兰苔、芥蓝和撇蓝的出苗情况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圆白菜、西兰花还有花椰菜也开始发芽了。现在是第7天了，基本上所有的种子都已经出苗了。第4排和第5排种子的出芽率非常的低，是春风甘蓝的种子，是2018的种子，太陈旧了。按照种子播种的数量算，出苗率大概只有30%左右。我后来又补种了一些种子，看看后边能不能再长出来。这些十字花科的蔬菜要非常注意控水，尤其是像圆白菜、西兰花和白菜花这些，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产生高脚苗。我在这7天的时间里，如果发现小苗的土壤太干了，就用喷壶稍微给它喷一些水，保持一定的湿度就可以了。直到大部分的小苗都长出第一片针叶的时候，再从底部开始浇水。今天我们还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如果每个格子里长出2、3颗小苗了，我们要适当的把其中一些剪掉。像这几颗白菜苗，有2个长得是特别弱小，就直接剪掉就可以了。像这种有1颗菜苗长得太小了，然后另外2颗长得太密了，所以也需要剪掉2颗。这3颗菜苗长得都非常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剪掉1颗，留另外2颗。像这种2颗长得比较均匀的，我们就留着它了，到时候分苗就可以了。像这种很典型的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情况，我们就把小的和弱的给去掉就可以了。到了第10天，大部分小苗都长出针叶了。我们准备好1:1的有机叶肥，用半汤勺的叶肥配上2量杯的水。把叶肥搅拌均匀，从育苗托盘的底部把叶肥加进去，在后面如果缺水了，就按照2量杯的量给它加入就可以了。然后间隔5到7天再加叶肥。马上就3周了，小苗长出了更多的针叶，苗龄越大，需水量就越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增加一些浇水量。不过还是要遵循育苗盘底部半小时后不积水，土壤半干半湿的原则。在室内育苗千万不要浇水过量。我是有大棚的，在这个时候我会把这些耐寒的小苗直接搬到大棚里边，完成后续的育苗过程。如果再遇到特别寒冷的天气，比如说零下4、5度，我会再把它们搬回室内。小苗在户外的话，就需要每天都浇水了，上面要用喷壶把土壤浸湿，然后盆底需要适当的再注入一些水。小苗有3周大了，碰上了零下9度的严寒，我又把小苗从大棚里边搬到室内避寒保暖。等到天气好转了，我再把它们给搬到户外去。时间过得真是挺快的，转眼间已经过去5周多了。一般白菜在4、5周苗龄的时候就可以移栽了，其他的像圆白菜、花椰菜、西兰花、甘蓝这些，一般要等到5到6周才是比较适合移栽的苗龄。如果还没来得及育苗，也不用担心，到店里买苗正是时候，买来种下，省心省力。
这些菜苗之前在户外大棚里边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前些阵子连续出现-5度、-8度的时候才搬回室内的，所以其实它们已经足够强壮，而且能够适应户外的环境了，不需要再进行额外的练苗了。我今天等下就给它们移栽到户外的大地里边去了。移栽的方法和我之前视频里讲的移栽莴笋的过程是类似的。这个是整好的地，这些是分好的苗，挖的每一个坑里边都加了有机肥还有堆肥土，这样就移栽完了。圆白菜的体型比较大，所以我给它的距离会大一些，有50到60厘米，其他的都是30到40厘米。除了在室内育苗盒里边培育的苗，我们还在户外直接撒了种子。这个是芥蓝的苗，长得也是很不错的。这些是直接散播种子培育的油麦菜的苗，一会儿也挖出去一些，移栽到外边。这些直接散播种子培育出来的苗，比室内用育苗盒培育的还要健壮。所以其实育苗的话，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各种方法都可以试一试，通常都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而且万一有的方法失败的话，还有一个备份。十字花科的蔬菜生长能力比较强，后面的水肥和各方面的管理通常还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只要防住蝴蝶、菜青虫、毛毛虫这些害虫，后面等着丰收就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儿了，咱们下次见。